如果结婚才1年，怀胎到了8月末，却被自己的丈夫接连设计了3次谋杀，每一次想法不同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狠、更冷血，你会怎么想？这不是新闻标题的夸张修辞，是来自司法文书里黑纸白字写出来的真实案件。事情发生在陕西清涧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。一对年轻夫妻2016年8月登记结婚，妻子怀孕，丈夫在外谋生，跑长途开铲车，两个人靠打工维持着普通小夫妻的日常，平凡到乏味，以至于我们后来去查看案情时发现，这家的左邻右舍都不愿意相信他家会出人命。但反常的缝隙就是从丈夫的一次出轨开始扩大的。2017年，他认识了一名女子，发展成婚外情侣。很快，他对那个从未出世，还有1个月就要来世上报道的小生命变得不耐烦起来。他开始逼妻子引产，逼家人都同意离婚，逼这一大家子人接受一场文明的分崩离析。遭到的答案只有2个字：不行。接着，这个当家的年轻男人做了一件超出所有人预料的事，不是因为冲动，而是因为理性的冰冷。他不动声色地动起了脑筋，开始查阅资料，如何让一个成年人死得不动声色。景鹏鹏的第一笔算计是一部自编自导的妻子婚外情。他设了几步很小的步骤，但细节看一次心惊一次。他先伪造了一个陌生网友的身份，在线上跟自己的妻子搭建一个暧昧关系聊天氛围，自己扮演第三者，妻子还原地蒙在鼓里。这还不够，他还导了一段暧昧对话的全程截屏，伪造证据链成立。然后他用割伤自己的方式去派出所报案，指控妻子对自己施暴，存在婚姻过错。他想用这种成本最低的人格消灭战，逼妻子缴械，让家人亲友压倒性倒向自己，最终让妻子净身出户。但景鹏鹏低估了自己的破绽，也低估了家人对妻子往日习性的掌握。大家质疑他的暧昧记录源自何处，怀疑他身上的伤来历不明，让他解释，他吞吞吐吐，漏洞百出。这一轮名誉构陷计划硬生生流产了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不是收手，是酝酿。2017年12月13日凌晨，景鹏鹏趁妻子在娘家睡觉的时候潜回厨房。他一个人伸手拔掉天然气管道的软管接口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：核污熏导，最终妻子因中毒不治，一切伪造成一场家庭意外事故。然后他仍然是无辜的丧妻人。高段位暗杀的剧本已经推演到了极致，他迫切渴望当场成功。万万没想到，那夜妻子起身上厕所，闻到浓烈气味，大声惊叫，喊醒全家人。一家人慌慌张张跑到厨房，看到了被特意拔脱的管子，外泄的气体。他死里逃生。这一次的失败不同于上次，事后有人怀疑过景鹏鹏，但妻子试图用丈夫只是一时糊涂之类的解释堵住软肋，不想惊动外界。她想修复这个家庭最后的漏洞。很难想象，下一个半天就是几乎相同的一天下午，那个想带着怀孕妻子去谈谈心的景鹏鹏，已经启动了最终计划。妻子还在天然气泄露的惊魂未定当中，但仍对丈夫保持了最后的信任。法院调查文书里有一句简短的概括：驾车途中残忍捂压怀有身孕的妻子口鼻，致其当场窒息身亡。我在看到这句话时，试着代入她那一瞬间的生命状态。8个月身孕，坐上了丈夫的车，也许她觉得眼前的路途是回家，也许内心还在艰难地做决定，万一这段婚姻不要，保孩子也行。她没有意识到，这趟路途不是走向安定，而是通往刑场。根据司法文书里还原的现场轨迹，景鹏鹏在210国道上将车减速，趁妻子不备，
手直接封住他的口和鼻子，紧紧捂住，坚持长达好几分钟，直至完全断气。有没有挣扎？有声响和短暂撕扯，但对手太大，身体受限的妻子在窒息的过程中没有呼救成功，然后才假装车子失控甩入排水沟。景鹏鹏下车后在路边躺下，以受害者迷糊人的形象等着急救车抵达。两位死者因为他一己苟活的私欲被踢出人世，手法狠到让当时办案的刑警在查阅案卷时不止一次冒出这句话：他对他太了解，他就是要他死得彻彻底底。在这个案件的同步资料里，刑事技术人员到现场后的工作过程让人印象深刻。车祸侧翻发生在乡道段，周围没有街头监控摄像头，没有目击行人。换个角度想，如果办案人员没有那种多年的直觉和敏锐，这起案子很可能就被当成一场普通车祸，草草结案了。但那夜赶到现场的急救医生没有按套路走，他们先发现孕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，全身看不出车祸物理撞击形成的破损出血，却见颈下淤痕，口唇青紫。医生沉默一下，没作声，等法医到场先勘测。紧接着，整个团队的侦查矛头迅速转了一个弯儿。技术人员测量路面刹车划痕和摩擦脱落痕迹时发现，没有常规意义的脱制和避让制动，不符合应急突发处置的驾驶心理规律。与此同时，刑警调阅了这户人家的家庭档案，前2次蓄意谋杀未遂的记录也由此浮出水面。亲属们的证言提供了更多细节，比如女方娘家人回忆，就在出事前几天，女婿还来劝过他们，说想和妻子好好谈谈。谁也没想到，没几天他就死在了国道上。真正让人心里发凉的，不是他做了这些事儿，而是他把每一步谋杀都伪装得像意外，像事故。好在专业的勘验一寸一寸地把真相挖了出来，维护了一个死者和他未出世孩子的尊严。案件于2018年在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，景鹏鹏犯故意杀人罪成立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不服判决，上诉到陕西高院。2019年4月，陕西省高院2审作出复核结论，驳回上诉，维持死刑原判。202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审慎评议复核卷宗详情，最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对景鹏鹏执行死刑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跨度3年的司法轮次里，景鹏鹏没有出现意外翻车的任何支点。人们习惯说太阳底下无心事，但是一个女人怀孕时期与丈夫的情感矛盾、道德坍塌以及暴力冲突，在3次连环执行的隐蔽案情里，还是无情地揭开了普通生活状态之下人无法看见的多处人性病灶。没有情绪失控，没有肢体扭打的法庭记录，有的只是前后密密实实叠加的杀意。而最后一次，当女人落入一个密闭的车厢，被信任的人用纯粹力气活生生夺取呼吸的时候，留给司法体系的也不再是猜谜。证据箱里躺着那条拔下过的燃气软管，那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伪造艳遇，那辆没有刹车痕迹的侧翻车，那些曾经假意说死也要在一起的字条。他的每一次犯罪其实都意味着已经被家人和妻子本人放过一次，但法律不可能永远放过。这个故事曾在地方县传得沸沸扬扬，但直到裁判文书通过网络扩散，人们才在2026年4月重新直视其中所有细节。当全网重提旧案时，仍能感到一种凉意，不是一场作案，而是3场叠加；不是一次魔鬼附体，而是魔鬼入骨之后杀意的步步紧逼。看完这个案子，有一个问题怎么都绕不过去。一个朝夕相处的枕边人，下定杀心时的冷静程度，竟近乎一种不露声色的职业素养。
情感不和、婚外恋这些词儿都在这个案子里失声了，到最后剩下的只是赤裸的人类生命掠夺。景鹏鹏把对孕期的厌恶硬生生地写成了反复启动的屠杀脚本，前2次勉强闪开，第3次没得躲。最后一次坐上车的时候，女人也许还用残存的念想和母性本能来劝自己，她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对我的孩子使毒手。悲剧在这里几乎呈现出了一种不可逆的绝望力量，我们小心翼翼维护的那个叫家的安全感，有时候脆弱的不堪一击。一扇车门关上，一段国道选定，时间就定格了，妻儿2人的结局提前固定了。我看到这份判决在互联网上重新曝光的那天夜晚，一个年轻母亲留下这样的话：我们教女孩识别陌生人的骗局，却常常漏掉最亲近的人这一刻。比拔掉燃气软管更沉默、更无声的杀机，也许就藏在我们身边。如果人间有绝望，那大概就是家人成了猎人。但好在这起案子的真相没有被掩埋，从现场勘验到法医鉴定，从一审到最高法复核，每一个环节都在做同一件事儿，让死者被看见，让事实不被带走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